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鹤棣介绍的这项国家非遗，带我梦回。艺术需要想象力，而想象力也会带来创造力。若不是亲眼目睹过用栓皮树精雕细镂而成的栈桥船舫、亭台楼阁、名山巨川，很难想象廊柱栏杆可以细如琴弦，青枝绿叶可以薄如蝉翼，山石间的花草也倩如睫毛。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软木画。今天，在苍兰诀中饰演月尊的演员王鹤棣化身惊喜推荐官，邀请大家一同关注福州软木画，关注2023新春福气夜。自然之美被浓缩于方寸之间，却依旧形象生动，意境深邃。软木画也因此被称为无声的诗、立体的画。借鉴中国园林矿井的手法，软木画以薄利快刀作笔，精面、画、切、雕、挑、凿等技法雕琢，再现古代园林风景和名胜古迹，辅以通草制作的白鹤、孔雀、麋鹿等鸟兽进行点缀，最终装裱玻璃框中成品。所以，人们赞赏软木画以小观大、缩龙成寸的精细技艺，从山数百里，尽在一框中是视觉效果，更是艺术境界。作为蓉城三绝之一，软木画技艺的传承历史逾100年。上世纪70、80年代，软木画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出口产品，畅销东南亚、欧美等地30多个国家，海外将其誉为东方艺术珍品。三坊七巷，福州市首个软木画馆坐落其中。馆内不仅陈列着诸多由玻璃遮罩的软木画作品，还展示了大量以软木画作为装饰元素的家居摆件和生活物件，包括茶盘、灯具、记事本等。从前，用玻璃把软木画罩起来是为了保护作品，运输方便。画馆主理人郭丽介绍，传统软木工艺重视精细度，填充饱满，元素丰富，但容易与现代生活的视觉需求相悖。人们每天所接触的要素过多，简约风格给人以舒适之感。受中国画创作中留白手法的启发，郭丽开始尝试简约风雕刻，将软木画创作与更多生活用具、用品结合进行设计，在满足观赏性的同时，充分挖掘其实用性。美妙的手工艺术需要被展示与收藏，更需要进行交流与传承。郭丽的另一重身份是福州软木画第5代传承人。在继承工艺之初，濒临失传是一大现实问题。2019年11月，软木画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。但是，在福州当地从事软木画制作的手工艺人不足30人，且多数已年近古稀。为了让这门传统技艺得以传承，郭丽自2020年起在福建商学院、华南女子职业学院担任客座教授，挖掘和培养具有潜力的下一代。这个年龄层的群体思想已经成熟，更有主见，也更有创造性。有美术功底的孩子们愿意来学习软木画雕刻，也给了我很多信心。2023福建新春福气夜打破次元壁，携手虚拟偶像南梦夏演绎福气版苍兰诀。在器乐表演节目《十灯寻梦》中，南梦夏经由软木画搭建的司命殿梦回仙侠情境，欣赏月尊和小兰花的同款美景。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在电视剧《苍兰诀》中，司命殿共有4处，分别是水月天的白云殿、苍岩海的彩霞殿、
西山的草原高山殿，以及司命根长渊的星空殿。被困苍沿海的小兰花日夜期盼返回水云天，于是月尊命工匠倾力建造了一个同白云殿一模一样的司命殿。也是在此，小兰花为月尊蓄养元神灵力，用500年的守候等到了月尊的归来。石灯寻梦正是复刻苍沿海的彩霞殿。制作软木画板的司命殿，是郭丽从艺生涯的一次全新尝试。在此之前，他的软木画作品主要在山光水色、花草树木等传统手工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演变与创新。在郭丽看来，苍兰诀虽融合了古风元素，但仍需使用特效技术展现仙侠世界的华丽恢宏，所以也兼具了一些现代感元素。我到剧中去看，但也只能看到几个角度的平面。由于缺少立体模型作为参照，郭丽在设计打样阶段投入了大量精力，创作软木画时，建筑的长、宽、高需要准确数据，每根柱子需要平行，高低一致，歪了就会倒塌了。为了得到完整的数据，郭丽将为数不多的全景打印出来，在手工测量的基础上对尺寸、比例进行一一比照。为了最大限度的还原实景，郭丽想尽了办法。司命殿的屋檐形状似荷叶，郭丽首先联想到了树叶，但在实际对比后发现其缺少纹理感。一次偶然，他发现画馆里所栽种芋头的叶片纹路与屋檐外观相似，立马剪下一页，着手进行设计、雕刻。第一次制作，从自行想象到做出这样的效果，我还挺满意的。从设计到完成，郭丽花费了20天完成制作。虽然过程富有挑战性，但对于结果感到十分欣慰。作为原材料的栓树皮小孔密布，雕刻树木时需小心避开，否则树木会在制作过程中塌陷。所以，在学习软木画制作的初期，郭丽反复练习树木雕刻，提高手法的灵活性。软木画是细致的手工艺，需要充分的耐心。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，才创造了一件又一件栩栩如生、玲珑剔透的手工艺品，为传统工艺不断赋予新的生机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